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著名的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所设计的第一栋筑基长屋，如何将它快速的建模建到我们的这个基本的房子成型，并且踩线，这是一个相当容易上手的一个好的范例。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介绍，让各位可以有机会更快进入到 BIM。那这个节目呢，是特别为我们即将要进来 BIM 世界的学生，或者是设计师，或者是已经拥有相当多资源的一个好的老板设计师们。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案例，可以让各位有效果的去完整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在 BIM 当中获得你最棒的一个未来的发展。如果你学会呢，你就可以拥有你好的资料库、材料库，并且透过这样的资讯去恰当的管理你的公司，成为一个更棒在设计上执行的一个高效率的一个工作者。好，那我们现在准备来开始。那在这样的开始之前，你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图档，所以呢，我们会在这个后续跟各位分享。如果你能够在这个节目上分享，并且按赞，然后私信我们会提供这样的教学档给大家。这边会有这些基本的档案让大家可以得到你好的一个基本资料，并且可以开始。那在那之前呢，我们要做这个事情。那我们现在开始跟大家讲怎么样操作这个事情。好，那基本上你必须要将你的档案拉进来，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拖进来之后，你必须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去找到尺寸。那在这尺寸当中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基本的尺寸在这里。那你可以直接很单纯的在旁边选标注找西部线。那你可以先，比如说这边有一个180公分的这个尺寸，你直接点选边界，打180，直接将它给缩放回来，它就可以得到你要的尺寸。那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尺寸的图了。那我们将它移动到我们重要的位置，这是我们刚刚的位置。好，所以在这之前我们就可以做完这个动作。好，那我们退回到原来的位置，就不用重来哈。好，过来，我们现在来做下一个动作，就基本的墙。那在这个楼层1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你设定这个墙，这墙就可以找到这个你现在有的这个内容。好，所以我们现在来去依照我们这个墙体去做哈。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有个基本的位置，那15公分是我们设的这个基本的尺寸。我们从这边开始直接点选，然后直接拉动，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墙体的建筑物，所以它相当单纯，可以直接这样对照，就可以找到这几个最重要的基本墙体。好，这样结束。那当然，等一下我们还要解决一下它的这个前后的开口。那过来我们要去解决另外一个中间的分割。那这个分割在这个位置，2道墙就在这2个位置。好，那这边还有另外一道。基本上这都是墙，然后再去开门的做法，所以我们先把它建立起来。这样基本上你的量体已经基本完成了。看一下 3D 就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已经有一个框体在这边。好，那我们继续。那在这个位置里头呢，前面这里是有个墙体的，这个墙体在这边，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它一边是门一边是窗户，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透过这2件事情来去把它打开。那在这个阶段这样进行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个门，这边有个开口。那我们透过剪切的这个功能去将它切开。那切开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3D 工作这地方，你可以看到这里其实是有一道墙被切开的。那当然你也可以不切开，你可以直接这样子点选这个地方，将你要的开口把它打开就好。那这个开口你就直接看到点选线去找出它的位置，并且在它中间的这个位置把它给切开，按 T Trim 将它切割，并且做修剪的动作，就可以将这个开口给打开出来了。好，基本上是命令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建立很基础的楼板。那这个楼板呢，在建筑这边的这里选择一下我们已经设定好了这个楼板，那直接在这个地方将它点选线把它串接起来。
那当然你不需要去串接到内部，你应该要串接到外部，所以我们透过这个7.5公分的偏移，将你这条线往外拉动，就可以拉到这个地方来。好，那这样子你前面会有一个前缘嘛哈，所以这个前缘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出口这边涂一个前缘，让这个前缘可以出现这个接线，然后把它交接起来，确定。再看一下你的 3D， 基本上你的楼板就已经完成到第一个阶段。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第二阶段，将这个楼板走到第2楼的层次。那2楼的楼板其实在这个地方可能看到上面有。那我们到2楼来看，你的2楼应该就要同样输入同一张图片，把它串联到电外区域。那因为这道墙其实只有到1楼，我们点选它，让它跑到2楼就好。所以这样楼上这边就有个基本的位置。好，我们先来继续做楼板。2楼的位置直接这样框选就可以了。然后这边有个2楼的这个厕所跟这个你的楼板，然后并且它有个桥段，所以你的桥段必须要记得帮他把他的这个楼板给接过去。好，然后按 TR Train 把它打开，接上，按 SL 把这个地方切断 ，TR 把它接上。好，这个时候你的2楼楼板已经完成。点选一下 3D， 你可以看到你的2楼楼板已经完成。接下来剩下的是个开口，所以这个房子呢，它的构造很单纯，它就是墙的系统跟楼板系统2个。那当然接下来还有个屋顶哦。那我们来看看，在3楼的部分，3楼因为你可以看到它屋顶其实是从2楼这边直接往上走的。那这边有个斜角，这边有个顶上来的地方，所以透过这件事情，我们从2楼这个地方找到刚刚那个楼板啊，你可以直接复制贴上，选取的楼层到3楼就是它的屋顶，然后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你点选编辑边界，把不需要的把它切断，然后接上你需要的位置。那这样基本上你这个楼板就已经切割好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提到的这个另外一个位置，因为它在3楼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屋顶还是有退缩降板的，而事实上它前后其实还有另外2个管道间，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这个楼板再降低，它就不会在3楼，也不会往上升，它必须要降低一个距离。那我们先假设降30公分。好，那这样子基本上你的楼板也完成。所以在1楼的这个位置，跟2楼的位置、3楼位置就已经完成我们要的这个基本的墙跟楼板。后来我们选择门，门要去找一下我们的入口门，我们是暂时用这个玻璃门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口，然后这里有一口，按一下空白键它可以分割，按一下空白键可以分割。好，然后这里有个厕所门，所以你要选一下厕所门，这里选一下。好 ，OK。那这样子你的这个1楼的门完成，我们到2楼来。2楼这个地方一样选择我们的门啊，到80公分的这个玻璃门，这里打开一口，这里按空白键打开第2口。好，基本上2楼的门完成。那过来我们来回到1楼，我们来选择窗户，因为它有落地窗嘛，所以你看它有220乘100的，我们把它接在这个地方。那记得哈，它窗台高度应该要是0，那整个的高度应该是设到220公分。我们等一下看一下220公分会不会太高或太低，先这样设定，然后把它装在这个位置。回到 3D 来简单看一下，你的这个窗户是不是刚好在你的下缘的位置？好，看起来太高一点点，我们把它降低到210公分。我们将这个地方选择输入修改，然后到210公分，那它就回到这个正常的高度，然后过来继续回到1楼。所以这地方窗户也在这边一样210公分，装在这个位置。好，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跟左边不一样，你可以把它翻转。好，那我们再看它这个窗户，窗户一样在这边，不用太担心了。我们现在就在做出一个翻模的动作，所以它可能撞到的时候会提醒你要检视，你就把它稍微调整一下就好。好，所以这个1楼的部分的窗户完成。那因为它这个房子呢，在1楼、2楼这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到2楼来看看。2楼的也是落地窗，所以我们把这2口同时复制，
选择到2楼这个位置，然后它就可以跑到2楼去了。所以2楼的窗户算是暂时完成。那因为这地方2口它的高度必须要更高一点点，所以我们暂时先把它拉到220公分，试试看哈，让各位了解一下调整这个东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好，你可以看到它这样就是完整的一个状态。那我回到刚刚210公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楼高度啊是设在0的位置，而我们楼板并没有降板。我们楼板降回到0，它其实就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了。好，那基本上我们内部的这个门跟窗都已经完成了。那这边还缺一颗小窗，我们可以测量一下这个窗户是多大。这窗户大概在80公分左右，所以我们这个窗户我们直接按编辑类型复制一个，然后选择210乘80公分的宽度。好，那这边是80公分的宽度，窗台预设是用0就好，所以这边可以设一个它的窗户在这个位置。好，回到3D 看一下，基本上这个地方的窗户也完成了。好，那这个开口呢，我们刚刚立面在调整的时候，并没有去知道它的位置，现在知道了，我们可以重新来对照一下，然后把它调好。好，所以基本上到此为止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基本的架构。怎么样建中间的这个廊道？我们来看到3D 工作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现在我们刚建好这个楼板。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它这个内容。那我们这个内容呢，必须要去看一下它原来的这个下面的造型。它的下面造型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给各位看一下。这里，那这个地方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造型。那我们楼板有了，下面这个造型必须要特别去做它。那它属于天花板，因为它是可以装灯的位置。所以现在呢，我们来开个剖面，看一下桥面剖面，它这个位置。那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我们去做一个模型内建，并且选择天花板，然后打入一个文字，筑基长屋。好，那这样完成之后呢，我们去直接选择一个平面哈。那这个平面你要特别去找一下，选的3D 工作找一下。这平面其实是你只要找到它这个相对位置都可以，比如说选这个地方，再回到这剖面，你就可以选择挤出，然后去找刚刚你找那个剖面。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理论上来讲，只要是这个面都可以。那我们从这边去找。那因为刚刚那一段它是有一个造型的，所以你必须要去看它的造型的关系。但是造型的关系，它是比桥面还要再更宽一点的，所以我们把它往下压，然后并且看到这个关系，然后往上涨。那为了让它可以自重，我们这边拉一条线，然后将这条线拉到正中间，把这2端跟这一端还有这一端按 Mirror 把它给复制过去。好，至此我们算是结束了哈。那确认一下这个是不是有交叉的过多的状态，没问题，按确定。那确定回到3D 工作，看它已经在一个位置被长出来了。目前它是在比较底部的位置，在这边。你直接选择 AL， 让它对齐于这个面，然后选一下这个，然后对齐于这个面，选择这一段，它就会帮你接过来。所以它的造型基本上已经完成。那下一件事就是我们来做我们的墙。在2楼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是还有2段墙的。那我们就选择这个一样是混凝土墙的部分，然后这边把它往上涨。那回到3D 工作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在建的时候呢，要记得选择一下它高层。那这个部分我们从楼板往下降15公分开始。好，那因为它是升15公分，不用太特别降，那我们就选择100公分。好，那这样子它就已经有一个高度。那同理可证哈，我们一样拿这一段复制到这边来，这样2段就已经完成。那我们回来2楼平面看看，它的位置看看是不是有过厚，看起来比较厚一点。我们来选择一下，除了15公分还有10公分的，这样的距离会比较合理。那我们把它调到相对应的位置。好，再回到3D 工作来看，在3D 工作这边，我们把剖面框推到这个地方来，这边就可以再重新去细节调一下它的位置。好，那这边有比例的关系哈，如果你想看清楚一点，选到10:1，你就看到更清楚的状态。
后靠过去。好，基本上这样子楼板跟这个侧墙也已经完成。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做楼梯哈，楼梯你可以看到选择楼梯这个位置，那直接选择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 RCT， 那这个 RCT 你直接在梯段这边从我们1楼走到2楼，这样就可以结束了哈，从1楼到2楼。那它的位置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先抓起来，然后拉到最上的位置。那你可以调整一下它的实际的宽度，是在这个位置。好，那我们回到 3D 看一下，基本上做了它就已经自动帮你长出来了。按这个确定，因为它其实是有道墙的，所以这把楼梯可以再把它做进来一点点，它比较窄，它还有一道侧墙在侧边，然后被封起来。那我们再到1楼，选择这个薄薄的这个10公分的混凝土墙，然后先建起来。拉动之后，我们来看一下3D 这个地方哈，我们来重新剖一下这个位置，让它看到我们要的这个楼梯的侧边。这个墙它有它的彼此的关系，到 3D 工作来做，编辑一下它的轮廓，然后选择一下它的侧墙，然后并且用 Trim 把它给修剪掉。这样基本上这个侧边呢，它就已经被我们给接好了。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 3D 这边已经有个侧墙，那我们再去1楼，再做一道封在它底部的下墙。再到 3D 来看一下，它封起来是不是有到一样的位置？那因为这个侧墙它的关系，它其实是一体式楼梯，所以我们把它给推进去一点点，不要让它撞到我们的这个楼梯。所以这把楼梯我们可以再把它加宽出去，到这地方来。好，所以它基本上已经接在一起了。OK， 那我们回来看看这地方的这个桥段，那基本上就已经完成我们所有的事情。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整个的这个模型已经完成。那我们透过刚刚的 3D 工作回到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这样子很快速的去切来看看我们所建的模型，可以看到这样的关系就彼此之间都已经做完了。那也可以看到这边推过去的这个结果。好，以上跟各位分享。那如果各位有更深入的这个需求或教学，欢迎都来到我们频道留言或讨论，然后也欢迎各位来参考一下，看看是不是要来跟我们做更多这个学习上的一些讨论。我们可以将这个刚刚建好的这个模型看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内容。那你可以看到，它可以看到我们刚很快速建出来的模型已经完成了这样的效果。那同时间，我们可以在这个眼睛这边看到我们的中庭的景观，然后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日照的时间，可以看到这个日光自然的洒下出现的效果。那我们也可以到它的景示，然后一样日光会洒下来，自然看到这个结果。然后看到建筑外观，那我们近看一点点，然后把这个光线调到一个比较下午的角度，看到这自然的日光，然后到它比较夜晚的时候。